現存世界上現有好多唔同嘅公司，佢聲稱自己已經開發到比較理想嘅量子電腦呢，比較多超導體嚟做最基本嘅單位嘅。而超導體之中，佢就係運用超導體整成一啲 Josephson Junction， 而且係一啲 Josephson Junction 電路嘅組合，就成為一個基本嘅量子單位。到而家我哋節目出街嘅呢一刻為止我哋人類能夠做到一個最大型嘅量子運算，即係可以用得到嚟計下嘢嗰啲呢，幾百個 qubit 啦。對譬如美國嚟講，5、6、7、800個 qubit 就唔成問題噶啦。所以呢，其實呢，好多國家，即係我會話日本、中國、美國甚至韓國呢啲呢，英國再加埋喺實驗室搞緊係過千個 qubit 噶啦。呢一刻就，如果呢有人整量子電腦，有人就係話呢，原本由超級電腦需要用到1億年先解到密碼呢，可能用量子電腦呢解3個鐘就解到。未來呢個係未來，係操控 AI 定 AI 操控你嘅未來？你準備好面對呢個前所未有嘅新世界未？學識可以係你開啟知識大門、思考同探索未來世界嘅橋樑。匯聚各個領域嘅專家，一齊穿越未來科技嘅迷霧，細味歷史嘅智慧，遊走哲學、文學同藝術嘅世界，一個屬於香港人嘅知識平台。今年嘅諾貝爾物理學獎咧，頒咗俾3位咧，即係主要研究超導體技術嘅科學家啦。咁佢哋咧嘅研究咧就奠定咗今日量子電腦嘅一啲基礎技術嘅。阿宏，我哋今日咧就好想先從呢一個嘅諾貝爾物理學獎啦，即係解釋一下就係究竟今日我哋嘅量子電腦咧，其實嘅技術去到邊度啦，仲會有一啲乜嘢其他嘅應用範疇咁樣嘅。咁或者先好簡單介紹一下呢一個物理學獎，其實究竟點解即係呢個超導體研究咧會係攞到呢個物理學獎嘅咧？超導體研究其實攞咗好多次諾貝爾物理學獎嘅，咁所以咧，你話如果要用3言2語講下，即係呢啲超導體對於即係我哋嗰個生活應用上嘅貢獻咧，就幾集嘅古仔可以講嘅。嗱，咁如果你話睇翻資料上70年代。就算係呢一個關於超導體攞諾貝爾獎嗰個嘅，即係好豐盛嘅收成嘅時刻啦。咁到由70年代到而家都隔咗成就嚟50年咯。竟然係超導體相關嘅研究咧，又再一次攞諾貝爾物理學獎咁嘅樣。嗱，咁所以咧呢度就真係可能要花少少時間講下咧，呢啲超導體研究點解可以會係有多番嘅呢啲咁樣嘅貢獻，而且係進佔到唔同嘅領域添。嗱，咁如果講翻今次嗰個得獎者啦，我覺得幾得意一樣嘢就係咧，好耐冇試過就係有一個獎項咧，3位得獎者完全係實驗人員嚟嘅，即係唔係做理論嘅人但係就做實驗嘅人。咁佢哋都係隸屬，即係都同一個研究小組嘅，即係一個係師傅，一個係 postdoc，一個就仲係研究生，即係喺嗰個80年代佢哋合作一齊做發現嘅時候，咁一個70年代已經攞過獎嘅嘢，80年代佢哋再做相關嘅實驗，到今時今日呢個2020年代嘅時候咧，又攞呢個諾貝爾獎，咁所以背後就一定有一番古仔嘅。同埋再加上今年又好得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呢一個叫國際量子年啊，我哋後生細個嘅時候咧，有時嗰啲咩國際青年年、國際和平年咧，80年代好多呢啲嘢嘅。其實咧之後年年都有呢啲主題年份嘅，不過即係可能電視就唔再宣傳咁解嘅啫。咁今年原來就叫做國際量子年咁樣，咁所以咧嗰個諾貝爾嗰個委員會喺頒獎致辭嘅時候咧，都特登提到嘅。嗱，今年就係呢個國際量子年，咁又啱得咁巧啊！咁我哋就正打算咧就頒呢個諾貝爾物理學獎，就頒俾呢啲咧同量子物理有關嘅研究。咁咧就講到就係話咧，就運用到呢個超導體嘅呢一個咁嘅器件咧，就研發到其中一個路徑，就可以將呢一個量子微觀世界嘅現象帶到宏觀世界嗰度。但係實際上有咗呢一種咁嘅研究成果，點樣導致我哋今時今日嘅各種應用咧？咁呢度就
有排講啦，呢度就。首先問清楚就係、其實所謂超導體嘅呢個技術，係咩嘢一回事先啦。咁然後之後同埋量子嘅關係係咩咧？咁呢個可能首先要請教阿宏先喎。嗱，咁其實咧喺大眾嚟講，最容易諗到，喂，超導體即係個導電性能超強啦，咁就係冇電阻啦，甚至乎喺去年咧都有即係江湖誤傳過，有人就可以整到叫做室溫超導體嘅嘢，即係話你唔需要咧用啲好貴嘅材料冷凍佢都可以整到一個咧冇電阻嘅嘢啦。哇！咁冇電阻即係話咧條電線可以傳電，功率100咁啊，跟住就即係好犀利咯咁樣。咁所以咧超導體最多為人所知咧係佢呢一種咁嘅能力嘅。但係咧，即係實際上我哋花咗好多年嘅研究下，不斷地嘗試提升嗰個超導體去能夠展現超導現象嘅溫度。而家好多時要用到嗰啲咧，起碼就液態氮噶啦。但係有啲咧，如果再初階啲嘅嗰啲咁嘅超導體咧，你甚至乎要用到啲更加低嘅溫度嚇，譬如液態氦氣，即係零下269度。咁啊，如果零下273就絕對零度啊嘛，即係講緊一啲你要係比絕對零度咧高上幾度嘅啫，實際對翻攝氏溫度就零下270度咁嘅溫度咧，先至能夠做到超導體。後來就好啲，你去到即係零下200度左右都得，咁嗰啲已經叫高溫超導體噶啦。咁所以咧，一般我哋大眾最容易理解就係超導體佢本身嗰個嘅即係獨有嘅導電性能。咁但係呢個咧同今日我哋要講嗰堆貢獻係幾乎完全冇關。咁因為咧去到1970年代咧，就有其中一位後來啊，即係好年輕，即係都近代好少數能夠咁年輕攞到諾貝爾物理學獎噶啦，就阿 Josephson。咁佢咧就諗下點樣將啲超導體點玩咧？就將個超導體搣開做兩嚿，中間攝一個絕緣體落去，夾翻埋一齊。咁呢一嚿嘢咧，後來就被命名咗叫 Josephson Junction。然之後咧，你再將一對呢啲咁叫 Josephson Junction，就好似一對三文治咁嘅嘢，就用兩個超導體夾住一個絕緣體嘅嘢咧，將佢一對咁嘅嘢咧，就砌成一個電路嘅話咧，就發覺咧，原來就成為我哋今時今日攞嚟做呢個磁力共振嘅最重要嘅嗰個核心技術器件。就係呢嚿咁嘅嘢，佢就因為發覺原來佢呢種咁樣嘅器件咧，有一個好獨特嘅特性，就係對一啲好微弱嘅磁場變化咧，都可以度得好精準。但係需要嘅條件就係首先你要有一啲能夠運作中嘅超導體嚟去維持呢個器件嘅特性能夠正常展現先。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知道下做磁力共振咧，好多嘢就忌噶嘛。任何金屬嘢唔入得啦。咁啊，然後就即係嗰嚿嘢好大嚿，保持低溫同埋一路唔好喐啦。咁然之後就將個人擺入去，就感受下嗰個即係嗰啲腦入邊嗰啲水分子入邊嘅即係磁力震盪，咁啊知道你腦部嘅一啲活動。咁所以咧，能夠發明到呢個器件本身吓，即係做到好嘅超導體，已經好值得諾貝爾獎噶啦。能夠運用到超導體再玩下，整成為一啲其他嘅器件攞嚟做磁力共振，又值得攞多個諾貝爾獎。今次點解去到2025年又攞多次咧？原來又唔止，你原來將呢個即係呢咁嘅 Josephson Junction 嘅器件，再將佢砌成其他嘅組合，運用到去其他嘅電路上嘅特性咧，係可以攞嚟做埋成為其中一種嘅量子電腦運算嘅基礎。所以你就係話，淨係單一個玩超導體、研究超導體特性嘅研究，令到佢可以將嗰個即係超導體嘅啲特性，其實呢啲超導體特性好多時係一啲即係去到咁低溫咧，其實係需要用到量子理論去解釋嘅。咁原來呢啲特性可以喺一個宏觀層面展現，令到我哋可以將佢用上成為磁力共振腦掃描嘅儀器，甚至乎成為而家以及未來其中一種嘅量子電腦嘅基礎咧。咁所以就係佢哋呢班研究人員就攞獎啦。件事就係咁，佢呢一個嘅諾貝爾獎嘅成果啦，咁就其實係主要係因為佢哋能夠去
驗證得到啊，即係佢係驗證得到量子理論裏邊有起碼喺個諾貝爾頒獎裏邊咧，佢都有提到起碼有兩種嘅量子嘅效應咧係因而獲獎嘅，其中一個就叫做瑞川效應，另一個咧就係量子能階嘅一個展示出嚟咁樣樣。會唔會可以好簡單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啲係咩意思咧？嗱，咁由嗰個 quantum tunneling 開始講先啦。即係點解？即係首先要講下呢個 tunneling 本身係個咩現象，同埋再之後要講下佢究竟點解喺呢一個超導體現象入邊有角色先。咁量子穿隧效應係一樣好特別，但係亦都好容易直觀上理解嘅嘢嘅。即係我舉個例子，而家咧過橋要收買路錢，就而家啟明你就係負責去即係收買路錢嗰個，位100蚊。少個崩都唔得，我咧就帶住99蚊過嚟，過唔過到橋？咁如果過唔到啦，係咪？喺經典現實世界就係我得99蚊，唔夠找你嗰條數，我夾硬撞你咧，你就彈翻我出去，我就唔會去到即係過到即係越過到你噶啦。咁啊，然後有人帶住1000蚊嚟俾你咧，你就好均真嘅，你亦都會找翻足900蚊俾佢，就放佢過噶啦。OK。咁呢個就係我哋經典世界好均真嘅呢個世界，係咪？量子穿隧效應就係一個咧可以俾你搏一鋪嘅世界嚟嘅。咁你就係一個如果喺一個量子世界嘅啟明收買路錢咧，就會係點咧？我俾80蚊你，今次唔得，下次再試。我試多幾次咧，竟然有次就得啦，你就肯俾我過啦，就唔會理嗰啲找唔找錢嘅問題嘅。總之我就過咗去。甚至乎可能我過咗去之後都仲有少少錢剩添，唔知點解嘅嚇。即係嗰個諾貝爾獎嗰個網站，佢都會用個表示就係話，你揾個波掟落埲牆度，即係話如果你個波係掟得夠大力嘅話，你就掟爛埲牆撞穿牆。即係嗰埲牆本身要100焦耳能量先可以被你摧毀噶啦。咁所以你掟個波咧，你個動能要俾到超過100焦耳咧，就保證摧毀，保證過到。量子穿隧效應有得意嘅，你如果淨係得20啊、40啊。唔緊要，你唔夠錢嘅話咧，試多幾次，試你願意俾無限長嘅時間，總有次過到。講得誇張啲就係話咧，如果而家唔係收買路錢，我懶啊，我唔想打開道門就可以穿個房門咧。根據量子效應咧，你試多幾次啦，撞多幾次你就得噶啦。但係即係當然你會講人聽到好無梯啦，即係會喺我現實世界你發覺就喺一個宏觀尺度好難發生啲咁嘅事嘅，但喺量子世界經常發生嘅。你講呢個似乎應該係同即係量子世界嗰個即係波粒異象性係有關，即係我哋日常生活嘅世界裏邊，我哋就好習慣咗就係物質係好硬邦邦嘅嘢嚟嘅，即係唔會話有一啲即係不確定性咁樣，但係去到量子世界咧，就係會有一種咁樣嘅好特殊嘅情況。咁我諗到現時為止，我哋能夠計算到出嚟，但係有好多概念上，我會覺得都仲係未好能夠理解得到嚇，因為畢竟我哋係啦量子，我哋就要放棄我哋而家呢個現實世界經典世界嗰個經驗先嚇，嘗試要走入呢個粒子嘅量子世界咧，就重新睇過呢個世界呢件事，即係你會覺得喂，就喺量子世界有同我有咩關係啊？嗱，我呢度唔講呢啲超導體住，淨係我哋日常生活中沐浴的陽光，你冇呢個量子穿隧效應，你直頭唔能夠理解太陽點解咁光咁熱添。核聚變要夾硬將兩個氫原子黐埋做變成一個氦元素啊嘛。咁於是乎就會放出能量，呢個亦都係我哋氫彈點解可以做到個核彈之中有叫氫彈可以放咁大嘅能量，呢個就係太陽嗰個發光發熱機制嚟噶嘛。但係你要將兩個氫氣壓成為一個氦氣，中間係要將嗰啲正電荷咧夾硬壓到好埋嘅，兩個正電荷排斥嘅，但係咧你要將佢壓得夠埋嘅時候咧，佢就忘記咗排斥噶啦，佢就會黐住噶啦，因為有個更加強嘅力將佢黐埋。所以你首先就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嗰個買路錢原理啦，你要願意俾好大嘅能量灌注落去呢兩個氫原子度，令到佢靠得足夠近，最後就近到個地步黐埋咗，即係嗰個正同正電荷之間嘅嗰個靜電排斥力已經被超越咗啦，最後就用個強作用力將佢擺咗埋一齊。咁如果喺經典世界入邊咧，你少個崩都唔得嘅話咧，你就真係要俾足咁大嘅能量先可以促成到核聚變反應。但係咧，因為有量子穿隧現象咧，寬容好多嘅，呢個世界就會變得咁。所以喺太陽核心內部，你發覺咧有好多嘅嗰啲
輕嘅呢啲咁嘅原子咧，佢唔需要俾足咁多嘅能量，佢撞多幾次咧就唔覺意就同你黐埋咗，就有個核聚變反應出嚟，就放能量出嚟㗎啦。咁所以就係呢一個量子穿隧現象咧，我會話咧，我哋好難現實世界睇到感受到，但係佢實實在在真係發生。如果冇去嘅話，我哋根本上冇辦法理解我哋太陽點解可以咁樣運作法。咁好啦，即係量子穿隧現象就係一啲量子世界入邊可以好寬容地容許你唔夠錢都可以俾你通過嘅一啲現象嚟嘅。咁所以調翻轉咧，如果喺量子世界入邊咧，你想韞住一啲嘢咧，咁就慘啦。因為咧，你喺量子世界想韞住啲嘢咧，嗰個多一格啊，即係嗰兩個守衛啊，佢唔係貪污嘅，但係成日好寬容，太鬆手咯。明明要你韞住啲嘢，你就同我漏佢出去，隔一陣你就同我漏佢出去咯。好啦，講即係解咗呢個量子穿隧效應，點解又同呢一個超導體呢啲器件有關咧？咁呢度又要講翻頭先嗰個 Josephson Junction。喺個 Josephson Junction，我哋咪話咧，如果你記得嘅話，就係將兩塊超導體夾住一塊絕緣體啊嘛。嗱，如果喺我哋固有嘅經典世界猜想就係話，你將兩塊超導體搣開咗，中間嘅塊絕緣體。由超導體 A 咪過唔到超導體 B 咯，有埲牆咯，絕緣體嘛，咪埲牆咯，係咪？但係喺量子世界就唔係噶咯，你嗰塊絕緣體薄啲咧，佢就手鬆啲嘅，更加容易漏到過去嘅。你嗰塊絕緣體除非做到好厚，拉到無限遠啦，咁兩個就可能真係各不相干啦，就漏唔到過去啦。咁佢哋當時咧，尤其是喺嗰個即係由繼70年代啊，因為呢個 Josephson Junction 已經獲得咗呢個諾貝爾獎，就開始有人繼續去研究下，喂，呢個超導體會唔會仲有其他嘅應用咧？譬如話，我如果將嗰個 Josephson Junction 入邊嗰個超導體就叫做拉開啲啊，叫做整得個絕緣性再強啲啊，外邊俾多個電流或者電壓落去嘅時候，佢嗰啲特性係點啊？咁其實呢幾位獲獎者其中一個工作喺80年代就係做呢啲嘢嘅，佢就跟進一下呢啲咁嘅由超導體製成嘅呢叫 Josephson Junction 呢個器件有啲咩特性，喺嗰個嘅超導體裏邊。其實喺用一個理論層面去解釋發生咗咩事咧？原本喺任何嘅導電體下，用我哋嗰啲中學嘅化學物理學知識咧，就係好多自由電子喺度即係走嚟走去，咁啊於是乎就導電啦咁嘅樣。但係咧，如果喺嗰個嘅超低溫嘅時候，當一個器件展現到超導現象嘅時候，入邊啲電子係發生咩事咧？你就唔可以將佢睇成為好多粒嘢喺度自由地周圍流嚟流去啦，而係呢度好多粒嘅呢啲自由電子咧，就已經成為咗一個融為一體。佢即係可以叫做吓，你喺量子世界入邊就會形成，就會叫做用同一個波函數嚟形容佢。大家再無分彼此，但係大家就融為一體，成為一個超巨大嘅粒子。你可以咁理解。即係都幾得意啊！即係我哋人咧，人體我哋就成個個體啦。但係你如果睇到好多基本單元就係細胞啦。而家咧，你甚至即係可以咁講啦。你可以話咧，每一個細胞已經唔係再獨立個體啦，佢哋就融為一體，擁有一個共同靈魂咁嘅樣，有少少咁嘅意味嘅。咁喺超導體現象嘅時候，你要理解佢就係話呢度入邊原本好個別嘅粒子，一過咗跌到某一個低溫之後咧，佢就融為一體啦。成為一個獨一嘅量子系統，咁啊，科學家即係呢班物理學家總係會好有興趣一樣嘢就係你如果嚿超導體係一件過嘅話，咁入邊有一嚿嘢融為一體，算啦 OK 啦吓咁。而家我將呢個超導體劏開咗兩半，中間攝個絕緣體落去，咁呢一個融為一體嘅現象可唔可以越過到中間呢一個間隔咧？咁就成為一個好得意嘅問題嚟嘅。或者我就將佢夾到幾多，拉到幾遠嘅時候，佢就冇咗呢，即係佢就冇咗呢個融為一體嘅現象咧。佢呢個融為一體嘅現象可以中間透過穿隧效應，可以即係維持到幾耐咧？如果中間冇穿隧效應咧，你擺個絕緣體落去咧，佢咪由一分為二咯，係咪？但係你如果係原本係一個個體，佢夾個絕緣體落去嘅時候，佢其實係透過穿隧效應，佢係有權係穿透到中間個絕緣體嚟維持到一個個體喺呢個系統裏邊。咁即係其實件事就點解同穿隧效應有關咧？就係因為個 Josephson Junction 入邊俾你夾咗個絕緣體落去，咁未完，整咗呢個咁嘅系統之後咧，佢哋就再通一個電流落去，然之後咧就睇下件嘢個特性會變成點。咁再發現到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就係話咧。佢
你如果咧去通一個電流落去嘅時候咧，就照計下，正常嚟講冇穿隧效應咧，就唔會有乜嘢嘅電流通過到嘅，亦都唔會有咩電壓喺中間產生嘅。但係頭先即係如果你記得嘅話咧，量子穿隧效應就係一個好寬容嘅系統嚟嘅，佢俾你試多幾次撞多幾下就俾你過啦。一有嘢過就係咩意思啊？個電流就成功通過到。電流成功通過到就會有個信號度到出嚟，咁其實呢一班人去度咩呢？就係睇下等幾耐，我要等幾耐就可以有一個因為量子穿隧效應產生嘅電流，即係佢哋其實建立一個好有意義嘅實驗，就係話呢，點樣可以睇到由量子穿隧效應啊，一個量子嘅效應，俾到你一個實質嘅電流電壓。即係甚電流及電壓信號俾你度到出嚟，都係喺我哋嗰個現實世界裏邊可以測量得到嘅一個信號嚟啊嘛。係啦，即係呢個其實就係講到點解將一個量子現象帶到宏觀世界就咁解啊。而且佢發覺好得意嘅，你如果咧將嗰個 Josephson Junction 嘗試俾電流落去嘅時候啊，你試下幫下佢，譬如話我俾一個電波信號，俾個電磁波落去，俾個尤其是係 microwave 呢啲微波啊、電波呢啲信號落去嘅時候，激發下佢，即係講或者用我哋現實話嚟講啊，將佢擺喺個微波爐度，俾啲微波落去幫下佢，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咧佢嗰啲穿隧效應咧可以容易啲發生。你話如果用我哋現實正常世界理解嘅話，我俾勁啲微波信號落去，佢嗰個嘅即係量子穿隧效應咪即係一個線性地上升咯。我俾越多能量去加持佢，佢咪越容易促成到個穿隧效應咯。照計係咁嘅，但係佢哋發現一個特別嘅現象，就唔係一條斜線正比咁上嘅，係一級級上。佢就會就係話你開頭俾多少少，咁佢就冇咁容易發生。但係俾到某一啲特別靚嘅數字嘅時候咧，就特別容易容易發生到個量子穿隧效應嘅。但係你過咗少少，過咗某個最理想位置，佢會跌翻啲，跟住你要再到下一格咧，到某一格佢又會上到一個 peak，即係話咧就唔係一條斜線上嘅，而係就係一級級咁樣咧，好似爬山咁樣，上到個小山峰落少少，再上個小山峰落少少，再上個小山峰落少少，咁樣上嘅。呢樣就係正就係呢種咁嘅量子層面嘅數，你唔用量子力學，你解釋唔到呢件事點樣發生。咁所以就係話咧喺呢度嚟講下，點樣運用到嗰個嘅量子層面，即係運用呢個實驗嚟將量子層面嘅嘢喺一個叫做宏觀世界嗰度去發生到。而更加重要嘅一個信息係咩咧？亦都即係話，如果你實驗能夠做得到嘅話咧，即係話我可以將佢擺喺應用嘅時候咧，我只需要跟住你呢種實驗嘅設置咧，我就可以能夠將量子世界嘅信號讀出嚟，甚至乎我可以由呢一個宏觀世界施加啲影響嚟影響你呢個量子系統。於是乎咧，就好似你做嗰啲電路工程一樣嘢啦，就係呢個系統係可以俾你 read 嘢，俾你去 write 嘢嘅，即係咁嘅意思。咁就成為一個好有用嘅一個現象啦。好有趣嘅一個實驗啦，因為佢真係可以喺一個宏觀世界證實到一啲嘅量子層面嘅現象啦咁樣。咁但係我諗一路聽嘅觀眾同我都一樣啦，就係話咁呢個物理現象就好有趣啦。咁但係點解又會同我哋大家覺得好有實用價值嘅量子電腦有關呢？嗱，呢度又要講到又另外一個好長嘅古仔。你整量子電腦咧，好多時你就要能夠將嗰個嘅量子系統首先辨認到你用乜嘢嚟去建構佢最基本單元先。喺我哋而家嘅即係現存嘅現有嘅電腦系統個 CPU 裏邊最基礎嘅即係嗰啲運算單元就係佢入邊嗰啲 transistor 啦，係咪？咁但係喺量子世界你就唔係用呢啲半導體嚟去做嗰啲零同一噶啦。你就用一個量子系統嚟展現佢零同一，而且個量子系統咧入邊嗰個就需要用到佢最低能量嘅嗰個能量階級，同埋佢對上一格嘅嗰個能量階級。咁即係話咧，你最好咧係嗰個系統咧就唔好係一個高樓大廈有成200樓100樓嘅，最好就係一個咧只有地下同一樓嘅兩個嘅咁嘅。即係量子系統，於是乎入邊，譬如話如果你運用到係電子嘅話，嗰個電子就一係處身於
低能階嘅狀態同高能階嘅狀態，就分別代表0同埋1。有時就好得意嘅，有時唔係用電子喺嗰個唔係用電子嚟做呢一個量子系統嘅展現嘅，有時可能係用光子，佢係嗰個光嘅嗰個偏振方向係垂直嘅，代表0，然之後係水平嘅就代表1，又可以係咁。即係總之你係要揾到一個物質世界入邊可以係光或者可以係粒子，佢入邊係好乖乖地只有2種狀態嘅啫。但係其實實際上呢個物理世界入邊其實好多嘢，你俾得足夠能量，可能展現到好多種唔同狀態嘅。所以咧，整量子電腦嘅時候，你要拼命地揾下啊，我可以點樣揾到一啲系統，佢係可以乖乖地同我坐喺嗰2種狀態嗰度嘅咧。咁其中一啲手段就係話，我將佢能量降到好低，即係令到佢唔好咁活躍。佢活躍嘅時候就可以由0樓跳到7樓，0樓跳到80樓先落翻嚟2樓喎，咁樣樣，咁就唔啱用嘅。所以咧，點解啲量子電腦嘢好多時你而家諗到就係涉及到好低溫嘅嘢，一低溫嘅時候佢就乖乖地咧冬眠咁啊！最好就喺0樓啦，得閒就上下1樓啦，我冇力上2樓噶啦，咁樣嚇，咁啊即係就會係一種咁嘅系統啦。咁所以咧，呢度又跳到去另外一個關鍵就係話咧，一啲好即係聰明嘅開發者啊，其實呢度亦都係代表住就係點解呢件咁嘅嗰啲 Josephson Junction 器件同埋呢3位研究者佢嗰個嘅成果要另外再花咗咁多年時間先有今時今日可以成為量子電腦基礎嘅其中一個解釋就係咩咧？你點樣將呢啲咁嘅 Josephson Junction 器件擁有呢啲量子穿隧效應嘅呢啲咁嘅器件，將佢可以合理整成為可以做成一個只有兩種唔同變化嘅量子系統咧？嗱，到時至今日回顧翻咧，係諗到好多招噶啦，諗到起碼3種唔同嘅路數，淨係用 Josephson Junction 都可以用3種唔同方法嚟整成呢一個嘅 qubit 量子單元。即係嗱，有啲我諗我今日就冇時間慢慢講，有啲就叫 charge qubit， 有啲叫 flux qubit， 有啲叫 phase qubit， 就基於呢一個咁嘅 Josephson Junction 嘅唔同組合同唔同嘅特性，就可以建構成為一個擁有2種唔同量子狀態嘅系統。其中一個比較容易理解嘅就係話，譬如 flux qubit， 即係話喺我呢一個嘅 Josephson Junction 系統裏邊咧，究竟有幾多磁通量通過？低磁通量嘅時候係0，有一個有磁通量中間出現嘅時候就係1。咁於是乎就係你可以透過數佢入邊有幾多嘅磁通量咧，嚟去代表咗呢個系統，即係呢一個咁嘅器件入邊係0定係1。都而家我哋見係有一啲嘅公司係用呢種方法嚟透過超導體嚟整佢器件嘅。但係譬如咧，今次嚟講咧，而家我哋今時今日見到，無論係 Google 入邊，因為 Microsoft 入邊咧，佢哋就用到一種叫做 Transmon， 或者其實應該都係屬於一種叫做 Charge Qubit 嘅一個嘅系統。咁呢個 Charge Qubit 就都容易理解嘅，就係話，如果係喺佢一個控制範圍裏邊，有粒電荷喺中間，咁就為之1咯，冇嘅時候咪為之0咯。咁呢個就最簡單容易理解嘅。補充多一個概念先啦，因為可能有陣時我哋會聽落就係覺得點解我哋一定要好似將佢簡化到變做0同1啊咁樣一個概念咧？就係其實如果你諗翻我哋電腦嘅基礎咧，我哋而家嘅 communication， 我相信大部分聽眾都知就係0同1嘅呢一啲嘅呢啲 binary 嘅信號咁樣。咁但係其實即係點解我哋一定要0同1先？其實即係遠古以前我哋嘅溝通就係所謂 analog 噶啦，就係一種即係 continuous 嘅一啲信號咁樣。咁但係點解要變翻做binary 0同1？好似收窄咗咧，其實就係最終就係要嗰個可控性咯。即係我哋要做 engineering 嘅。唔係話淨係單單要去俾最多嘅選擇，俾個跟從翻呢個自然世界嘅嗰個規律，而係話我哋要透過一個簡化咗自然規律嘅一個方法，可以操控得到啦，令到咧我哋就可以想做啲咩嘢，就可以利用呢個簡化嘅模型咧嚟去做，譬如話溝通又好啦，去當然電腦可以攞嚟做儲存啊，做各種唔同嘅工具，都係要建基於一個可操控嘅系統。而家嚟到量子電腦咧，似乎都係要揾緊一個可操控又唔會容易受到外界干預嘅一種咁樣嘅玩法咧，咁我哋就為之成功啦，建立到一個可控嘅量子嘅層面嘅世界咁樣。係啊，咁所以咧，花咗好長嘅時間就係話咧，點樣將頭先譬如講
即係其實搞親量子電腦都係噶啦，無論你係用光子嚟做你嗰個最基本嘅量子單元，抑或係用可能係其他嘅粒子，有人係選擇係用嗰啲叫 cesium atom， 一啲叫銫嘅呢一種咁嘅元素成為佢最基本嘅量子計算單元。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咧，你睇翻咧，現存好世界上現有好多唔同嘅公司，佢聲稱自己已經開發到比較理想嘅量子電腦咧，比較多，我唔係話全部比較多係用超導體嚟做最基本嘅單位嘅。而超導體之中，佢就係運用超導體整成一啲 Josephson junction， 而且係一啲 Josephson junction 電路嘅組合，就成為一個基本嘅量子單位。咁所以中間花咗好多時間，就係了解咗呢啲超導體同 Josephson junction 特性之後，點樣可以將佢約束成為只係最後整出嚟嗰個量子系統，就係可以只會係得兩格嘅咧。咁呢度亦都花費咗一啲嘅時間。然之後唔止，當你已經諗到點樣整一個只係得兩格嘅量子系統之後，點樣將佢形成一個大型嘅集成電路咧？點樣去同呢啲單元同單元之間嘅溝通，成為一個嘅即係有好多 qubits 嘅一個量子運算系統咧？嗱，即係今時今日咧，到而家我哋節目出街嘅呢一刻為止我哋人類能夠做到一個最大型嘅量子運算，即係可以用得到嚟計下嘢嗰啲咧，幾百個 qubit 啦，然後就係計乜嘢咧？咁有得意啦，亦都幾新鮮滾熱辣嘅，就係即係 IBM 同匯豐銀行合作，係啦，竟然係匯豐咁然之後就用佢哋 IBM 整出嚟嘅嗰個128個 qubit 嘅比較低階啲嘅量子電腦，就攞嚟計下點樣去 price 嗰啲債券喎，點樣去計債券價格喎，咁就發覺係似乎係合乎到成本效益嘅。咁所以咧，你發覺係一啲比較初代啲、比較可能係叫低階啲嘅量子電腦咧，已經開始有個商機喺度嘅咯。咁然後大家就梗係研究開發嘅就係嘗試令到呢一個嘅量子電腦做到嗰個嘅 qubit 嘅數目再加大啦，即係意味住佢個運算能力再加大啦。但係你運算能力再加大，點樣駕馭到點樣再消除雜訊咧？又有其他技術新限制喺度啊！即係唔係話你由128跳到256，你出2倍嘅力，你咪可以控制翻佢嗰個嘅雜訊咯？又唔係喎，有時有啲嘢咧，你就線性上升，可能第二個因素就幾何級數上升嘅，咁所以你又要諗啲新嘅方法嚟搞佢。咁到而家呢刻為止，對譬如美國嚟講，5、6、7、800個 qubit 就唔成問題噶啦。所以咧，其實咧好多國家，即係我會話日本、中國、美國，甚至韓國呢啲咧。英國再加埋喺實驗室搞緊係過千個 qubit 噶啦，呢一刻就即係我呢句說話咧，好快亦都會過期噶啦，我亦都相信，即係可能qubit可能呢個節目出街之後冇耐又即刻有人公布咗噶咯，而家講緊上萬個 sorry 咁樣唔奇嘅，因為譬如加州理工佢已經為6000個 qubit 嘅技術，亦都奠定咗一啲嘅技術基礎噶啦，咁所以呢個發展會係好快。咁咁頭先講到就係。即係你有咗呢一啲咁嘅器件整成為佢嗰個 qubit 嘅單元，咁然之後要再將佢 scale up 咁樣，咁你就會睇到咧，如果冇咗呢幾位即係今次呢3位嘅諾貝爾得主，佢去做呢個實驗咧，你就唔係咁容易咁快就會有人可以攞到超導體嚟成為其中一種量子電腦嘅基礎咯。咁我哋大概理解咗就係量子電腦嘅基礎啦，同埋今次嘅物理學獎嘅嗰個關係啦。咁我諗都應該要講解下就係究竟呢個量子電腦咧，其實係究竟可以攞嚟做到啲乜嘢嘅咧？咁我諗都有好多人聽過，好多人講過嘅。頭先亦都提到就係話喺嗰個金融嘅嗰個預測即係其實我哋金融要做好多嘅 forecasting 啦。咁似乎都係有一啲嘅應用啦。但係可能要解釋一下就係點解呢啲嘅量子電腦咧係可以俾到一個咁大嘅優勢我哋咧？即係大家點解會 hype 呢一樣嘢？大家好期待一種叫 quantum supremacy 我哋有個可以理論上知道嘅一件事會係點咧？如果我用量子技術嚟做呢一個運算，同唔用，即係譬如話我純粹將而家傳統嘅即係嗰啲 CPU 再整得精細啲、勁啲 ，OK， 即係入邊嗰啲 transistor 整到再細啲，然之後我就搭多幾層上去，咁用傳統經典嘅方法嚟去做呢個運算咧，
最盡咪做到啲叫超級電腦嘅嘢咯，super computer 呢啲咁嘅嘢咯。如果用量子嘅話咧，其實咧就會我哋有一個理由去相信就係話，只要我嗰個quantum qubit 去到一個數量足夠大嘅時候咧，就係無論你點樣努力整更加勁嘅超級電腦咧，你都追唔上呢個量子電腦嘅運算能力噶啦。即係話佢量子電腦係有一個潛質咧，就係你只要倍得佢足夠大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快過晒世上任何嘅超級電腦，就去做運算。譬如話有一啲嘅任務吓，即係譬如你去將一啲嘅密碼去解密，你係 trial and error 咁去 hack 佢嘅時候咧，咁你其實就要緊個超級電腦不停地同你計緊啲嘢啊嘛。咁然後你只需要整到個密碼咧，係去到一個地步，你連個超級電腦都要用到幾億年先能夠破到嘅話咧，咁你就為之叫做到一個叫做足夠保險嘅密碼啦。因為咧唔係話破唔到，不過你等1億年啦，咁冇人願意去咁等噶嘛。但唔係喎，如果咧有人整量子電腦，有人就係話咧，原本由超級電腦需要用到1億年先解到密碼咧，可能用量子電腦咧解3個鐘就解到。咁啊，聽落就好鬼恐怖噶咯，就係只要就係你能夠整到個量子電腦足夠勁嘅話就得噶咯。咁所以點解而家世界各國都爭相下就玩緊呢一個嘅即係過千個 qubit 嘅量子電腦？即係有人就係話，其實你去到咧幾千個 qubit 咧，你分分鐘已經可以叫做 hack 世界上好多嘅嘢噶啦，就已經係諗到咁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日咧有量子電腦嚟令到我哋世界上密碼唔安全呢個日子咧，已經係尤其是做即係世界上做密碼保安嘅人咧，係好早已經意識到呢個問題，已經盡快就係希望喺呢個魔高一丈之前就盡量道高多幾尺先啦。係啊，即係而家咧已經有好多人就研究緊呢啲咁樣嘅即係後量子世界、後量子電腦嘅嗰啲新嘅密碼啦。即係其實根本上已經大家知道就係現有嘅呢啲密碼系統咧，即係而家講緊互聯網最常用嘅嗰啲密碼系統，係根本上量子電腦真係一成真嘅話咧，即係成為咗一個叫做量產咁樣樣，大家可以用嘅電腦嘅話咧，咁就呢啲係廢晒㗎啦咁樣。咁所以就其實已經有㗎啦，呢啲 algorithm 叫做係新嘅 algorithm，可以點樣去防到呢啲量子電腦嘅一個新嘅演算法咁樣，即係大家又唔好即係想像到量子電腦係萬能嘅，佢其實就唔係萬能嘅，佢只不過係一啲特定現有嘅，因為我哋嘅設計咧係冇預呢一個量子電腦嘅出現咧嚟去設計，咁所以咧先至佢一出現嘅話，哇咁呢啲就全部廢晒咁樣，咁所以已經有一啲新嘅方法去對應㗎啦。嗱，咁呢度又要講下，其實咧。譬如好似香港咁，我都知道咧，就即係其實有時真係都追得比較慢啦。即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如果香港而家嗰啲大學，佢都有嘗試玩下呢量子電腦嘅，但係佢梗係唔喺世界前沿度同人哋鬥做得多 qubit 啦。就通常係買人哋已經整好現成咗個產品嚟，自己再試下啲嘢咯。咁譬如你話科技大學嘅物理系，咁佢咪同深圳買咗有兩個 qubit 嘅模型嚟玩下，咁係有㗎，好輕便嘅。其實嗰個價錢咧，可能你自己都買得起嘅呢啲咁樣，即係嗰啲基本上得幾個 qubit 嗰啲系統咧，攞嚟展現下咩叫量子電腦咧，就長期一個 demonstration 嘅作用嗰啲嘢咧就有㗎啦。但係世界嘅前沿真係攞嚟做，會係對於我哋世界現有嗰個密碼安全有威脅嗰啲系統咧，就其實就好多國家就開發緊呢啲㗎。嗱，除咗呢個密碼學嘅一個應用之外咧，更加我諗大家都關心嘅就係其實 AI 嘅應用咧，都係一個喺量子電腦出現咗之後咧，應該係會有個翻天覆地嘅改革嘅。係。咁因為即係 AI 本身背後就有需要好多嘅呢啲嘅計數啦。咁而呢啲嘅計算裏邊，其中一個最關鍵嘅就係佢要計好多所謂呢啲叫一啲嘅 matrix 啊，一啲嘅 matrix 嘅運算咧。咁又恰好又係據我所知就量子電腦咧，又係可以喺呢一方面咧係發揮到佢個效能咁樣。咁所以其實喺 AI 嘅嗰個應用上面咧，我哋大家都相信就係如果量子電腦一出現，即係成為咗一個成真嘅一個嘅應用嘅話咧，哇！我哋嘅 AI 咧，第時就唔係去追嗰啲咩 NVIDIA 嘅啲 graphics 卡啦，哇！要追呢啲咁嘅量子電腦裝備咗呢啲嘢咧，哇！即刻嗰啲 AI 嘅智能，佢哋嗰個能力咧，可能係唔知幾何級數咁上升。冇錯，咁所以咧，而家睇到下好多即係世界上整呢啲電腦軟件嘅巨頭啊，即係你可以想象下，即係絕對有非常大嘅力度去開發呢一個嘅量子電腦啦。而入邊亦都有佢通常唔止一個模型嘅，
但係其中一個嘅路數就係會用到超導體現象嚟去，即係尤其是嗰啲 Josephson Junction 嚟去做佢最基本嘅量子單元啦。Google 有啦，IBM 自己都應該會有嘅嚇，因為其實咁講，對於各種嘅呢一個嘅量子單元嚟講咧，運用到呢一個超導體嚟建立量子單元係可以比較相對係早起步啲嘅。呢個原因亦都有賴今次嗰個諾貝爾得獎者佢哋呢班人嘅研究成果，因為即係唔好忘記啊，佢係有能力將一個喺量子世界嘅微觀現象帶到宏觀尺度，俾我哋度到一個實實際際嘅電壓信號俾我哋睇到。咁所以咧，亦都代表住就係話，我哋要運用呢個量子單元嚟擺一個 bit 嘅信號落去，同喺入邊 read 翻一個信號出嚟咧，就變得係比較容易掌握啦。即係相對於其他嗰啲量子系統，哇！如果你係要用到 cesium 呢啲咁嘅 atom 嘅嚟做佢哋嘅系統，咁你點樣可以幫佢哋溝通？點樣可以喺入邊讀同寫啊？咁嘅樣咧，即係而家好多時就要去解決呢啲咁樣嘅問題咯，嚇。咁究竟最後係用邊一種嘅方法嚟建立呢個量子單元，然之後再建立一個好勁嘅量子系統咁樣樣咧？暫時見到就係運用超導體個成果比較多。但係其他嗰啲咧都即係追得好快嘅。頭先講到嗰個加州理工可能會整到一個即係為6000個 qubit 嘅量子電腦嚟奠定基礎咧，入邊就係用 cesium atom 嘅。其實就係即係一講量子電腦就一樣，我會話嚇，真係非常未來學嘅嘢嚟嘅。